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公司卸磨杀驴，项目开发完就把我裁了。领导觉得换个便宜的新人来做维护更划算，但他不知道，因为需求频繁改动，代码里补丁盖补丁，导致屎块堆叠，可不是随便来个人就能扛得住的。果不其然，等我一走，屎山喷发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人事说要辞退我的时候，我大感意外。就在上周，我负责的重要项目刚刚收尾，产品顺利上线，老板亲口说要给项目组的每个人发奖金，甚至拍着我的肩膀夸我是股肱之臣。这才几天，我这个肱骨之臣居然就要被裁了，人事面无表情，该给你的补偿公司会一分不少给你的，今天你就把离职手续办了吧。这话说的好像他们很大方一样。我在瑞云待了刚好1年，赔偿最多就是2月工资而已，但钱是一方面，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他们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招我来的时候正是项目启动初期，市场上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异常火爆，瑞云也想在自己的产品中加入 AI 来提升竞争力，而我正好有 AI 模型的开发和部署经验。入职后就立刻跟项目组几位同事全身心投入到新业务的研发中。小公司岗位职责划分不明确，一个人得干4、5个人的活，我是毫无怨言。这1年艰辛自不必多说，可万万没想到，产品上线第1个就裁掉我。讽刺的是，昨晚我还在隐形加班，熬夜到2点多整理项目中不足的地方，以便于后续优化改进。回到工位上，经理徐峰正在跟其他人说话，看见我，他很自然地说：“小陈，你不要有什么太多的想法，这是公司正常的人员优化，你能理解吧？”我理解他奶奶个腿。项目组其他几个人似乎已经知道了我被裁的事，表情都有几分尴尬。我没错过徐峰眼里一闪而过的得意，我擦，这个老登估计是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徐峰虽然是技术部经理，但有着很多领导的通病，不懂技术，还贼特么爱瞎指挥。瑞云主要业务是口腔数字化服务，我来之前系统框架问题就很多，因为频繁更改需求，每次项目还催得紧，开发和测试时间都远远不够，再加上徐峰这个搅屎棍喜欢乱发指令，导致架构越来越复杂混乱，时间一久，各种毛病就出来了，组件臃肿，代码重复，逻辑纠缠，而每一次新的需求变动就意味着要在原有的 bug 上增加更多的 bug， 就好像撒了一个谎，却需要用更多的谎去圆。说是堆屎，一点也不夸张，我愿称之为祖传屎山。瑞云的业务就是在这座屎山上支撑着，如果直接接入 AI， 难以想象日后维护起来会有多困难。所以开始新项目之前，我不止一次提出更改框架，但徐峰不同意，他认为这样会大大拖慢项目进度，而且完全没有必要。现在那些 AI 模型不是都现成的吗？直接拿过来不就能用？重写框架，亏你想得出来，公司给你开那么高的工资，不是让你出这种馊主意的。我争不过，只能硬着头皮上。果然，等到新项目开始以后，就框架的设计不符合现有需求，各种预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问题接踵而至。本着为项目、为公司负责任的态度，我跟徐峰频频出现分歧，好几次在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他气急的时候大吼：“别给我找这么多借口！什么框架冲突，什么不兼容，
出问题了就多反思反思自己。现在回想，这大半年，他早就忍够了我这个不听话的下属了吧？可他还不明白，产品虽然上线了，但是隐患太多，只有我这个不听话的员工才清楚新项目里到底有多少坑，也只有我才知道后续运营中怎么避免踩坑。徐峰吩咐我，把你需要交接的内容整理一下，今天下班前交给我就行。说完，他就回自己办公室了。我的工作日志、开发流程、运维部署文档都早早提交了，而我又没开始新的任务，还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整理交接的。这也是为什么公司敢突然辞退我。组里几个小伙伴纷纷给我发私信，无非就是安慰我的一些话。负责测试的云云是00后，平时我俩最聊得来，他特别生气。我前2天就看到徐老贼跟人事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原来是针对你。你是项目最大的功臣，公司怎么能这样？他们是不是有病？我回他，是啊，确实有病，不就是觉得反正项目已经完成了，没必要留着我，大不了回头再找个便宜的人来维护就行了。我写了份总结文档发给了徐峰，徐经理，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徐峰秒回，行，就这样吧。老登看都不看，找徐峰签字的时候，他嘴上说着舍不得并肩作战的伙伴，但那笑比 AK 还难压。小陈啊，临别之际给你一句忠告，别成天觉得自己技术牛就了不起。对企业来说，最不缺的就是能干活的人。你那自以为是的性格再不改，到哪儿都干不长久。我回敬他，您说的对，我肯定不是公司大动脉，最多就是个括约肌。说起括约肌，建议您没事儿多提纲，否则搞不好哪天漏屎。徐峰认为我是不爽，才故意说这种话来发泄。他嗤笑一声，做出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恶心模样。我也不再废话，扭头就走。第2天8点半被闹钟吵醒，我把被子一掀，才突然想到自己已经不用去上班了。手机提醒我收到一封新邮件，打开一看，困意瞬间没了。你好，我是风明科技的 CEO 裴征明，我和我的团队在 GitHub 上看到，过去几年您一直在做 AI 应用到阿尔茨海默症检测的项目，这跟我们团队想做的事不谋而合。我们真诚地邀请您加入我们团队中，期待您的回复。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就是老年痴呆。我因为个人兴趣，在 GitHub 上传过自己写的几个项目。这是怎么个事？失业第1天，我还没开始投简历呢， offer 居然直接从天而降了。我打开搜索引擎查了下风明科技和 CEO， 公司没搜到多少信息，可这个 CEO 来头不小，裴征明，杜克大学博士毕业，一直从事于计算机视觉相关领域的研究。他的个人主页里都是他在上学期间独立开发的各类开源项目，以我专业毒辣的眼光鉴定，妥妥的技术大牛。真没想到，这样的牛人居然会注意到我在 GitHub 上的项目，一时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不过我对他们公司还不了解，肯定是不能直接答应的。我在邮件里表达了自己愿意深入沟通的意思，然后附上了手机号。邮件刚发出去，云云的微信马上来了，杰哥，组里今天来了个新人，听徐老贼意思，就让他以后维护咱们那个项目呢。你敢信？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谁不知道应届生最便宜呀？把你踢了，换个便宜的来替代，真是一群傻逼。我乐了。徐峰他没事吧？好歹是公司的重要业务，再怎么样
也不能找个刚毕业的新兵蛋子来维护啊。他到底是蠢，还是对我写的代码太有信心？无所谓，哥已经不关心了。因为 CEO 的电话来了，我正要客套几句，那头直截了当地问：“你也在上海？”“对，明天周六，方便约个午饭吗？地点你定。”通话时间不到1分钟，我们就非常干脆地约好了，明天在我家附近的川菜馆子见面。全程没有一句废话，这就是大佬的效率吗？云云还在给我口头直播，新人在看你留下的文档呢。我瞅他那样就知道费劲。老板在群里说 AI 检测上线以后，用户活跃度大幅提升，狠狠夸了徐老贼。你是没看到？他一笑，满脸褶子，菊花怒放了，属于是。我想象了一下徐峰大笑的样子，觉得云云这个比喻实在太贴切了，忍不住把刚喝进去的水喷了出来。第二天，我在饭店见到了裴征明，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员之间的惺惺相惜，我俩一见如故。风明科技是裴征明1年前才创立的一家公司，致力于 AI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研究。目前已经获得了2轮投资。阿尔茨海默症能诊断出的时候，大脑神经元已经死了太多了，基本上很难再逆转。但是如果疾病发现的早，是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和控制的，提前介入和干预，就能帮助患者改善认知功能，延缓临床病程10至15年。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做的这件事，就是尽量帮助人们在发病初期就检测出来。当下 AI 在各行各业的火热程度，不消多说。裴征明想做的事并不稀奇，毕竟我自己也因为兴趣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但最吸引我的是他说起这些话时眼里闪烁的光。饭馆里人声鼎沸，人们讨论着工资、房贷、娶老婆、生孩子。眼前这个高谈阔论要为人类医疗事业做出颠覆性改变的男人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但我却感觉自己跟他产生了共鸣。快结束的时候，我提醒他：“裴总，你全程没有问过我任何技术相关的问题。”裴征明笑道：“你在 GitHub 上的那几个项目，50K Star 点赞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而且我看过你的代码，我们团队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优秀人才。你听听 CEO 就是不一样，您太过奖了。我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你们招人难道都是你在网上发掘？”裴征明哈哈大笑：“当然不是，但是我们有缘分，今天坐在一起吃饭是缘分，如果未来可以一起共事，那就是圆满了。你听听，徐峰只会认为公司花钱雇我们是我们的荣幸，企业给员工提供就职机会是恩赐，必须要对公司感恩戴德。人跟人的差距比人跟狗的差距都大。入职瑞云的当天，不到10个人的团队特地为我开了个小型欢迎会，跟新同事们互加微信。恰好这时候有个陌生人也来加我一个没注意通过了好友申请。徐经理让我来问问你，为什么图像库版本忽然不兼容了？我立刻反应过来，这是徐峰招的那个新兵蛋子，没有礼貌不说，问话还没头末尾，而且现在瑞云又不给我开工资，版本兼不兼容关我屁事。不能我被裁了还得负责售后服务吧？我二话不说就把他给删除。没2分钟，徐峰的电话来了，我想了想，按下了接通。小陈，你怎么回事？刚从公司离开就要划清界限了，就找你问个小事，你有必要这样吗？我跟你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训斥的口吻，还把我当他手下呢。徐经理，
我是爱莫能助，你也知道的，代码那么复杂，出了问题是要挨个排查的，不是我隔空就能诊断出来的呀。我态度很好，拒绝的意思却很明确。徐峰被我堵得没话说。其实我大概能猜到是什么原因。瑞云系统框架老旧，很多最新的算法库不能说更新就更新，升级之前必须小心翼翼调试。如果对项目不熟悉，上来就忙着升级，绝对会踩屎。但是嘴长在我身上，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还能怎么样？有本事钻进我脑袋里自己看呢。你那头还想说啥？我才懒得听他废话。徐经理，我这头还忙着呢，就先不说了，再见。入职风鸣以后，我切切实实感受到跟一群聪明人合作的感觉了。不要太爽。得益于精湛的技术出身，裴征明在项目管理中对总体技术方向的把握，在技术选型、技术问题上都有非常优越的把关跟指导，这是徐峰拍马也不及的程度。而其他几位同事也都是通透且配合度很高的伙伴。新的工作环境我实在太喜欢了，接手的新项目也让我乐在其中。结束了第1天的工作，回家路上我刷到徐峰发了个朋友圈，项目出现问题，和小伙伴紧急排查，忙到午饭晚饭都没吃。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圆满解决，为我们自己点赞。今天的问题绝不留到明天，这就是瑞云速度，这就是瑞云人不服输的精神。辣眼睛，一个小 bug 而已，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解决了登月工程的大问题呢。云云给我发消息说 bug 排查以后，徐峰在部门群里阴阳怪气，什么做人要脚踏实地，什么地球离了谁都能转，什么小肚鸡肠的人这辈子不会有出息，笑死我了。徐峰还好意思讽刺我度量小，他最好一直这么自信。第2天，裴征明忽然问我有没有护照。有啊。问我这干什么？那英语交流可以吗？凑合吧，反正能开口。裴征明笑了笑，去办个商务签证，下个月跟我出国，去一趟克里夫医学中心。克里夫医学中心，我知道它，全球最著名的脑科医院之一。听说这家医院存储着大量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脑部影像数据，更厉害的是，他们还收集了其中相当一部分患者早期的影像资料。AI 在医疗领域落地，很大的一个难点就在于数据。不同医院、不同检测设备、不同参数都会导致影像数据之间差异很大，导致训练难度大大增加。我在 GitHub 做的那些个项目，用的都是免费的开源数据，年代久远不说，数量也不多。但如果风鸣能拿到克里夫这些价值很大的历史影像，绝对会对 AI 模型训练起到决定性的帮助。我兴奋起来，当即点头，好，我立刻去办。在风鸣待的时间越久，越觉得在瑞云的那大半年完全是在浪费生命，离开瑞云就是止损。等待签证下来的过程中，云云又给我分享笑话了，绝了，绝了，叹为观止。也不知道老徐是怎么招到这个活宝的。胡歌把日志删了几行，程序居然崩溃了，大家都懵了，还以为碰上什么玄学事件了呢。结果你猜最后怎么着？原来是新人把日志里的东西用来当输入了。我服了，老徐为了证明裁了你找个便宜的新人没错，平时有事没事就要在老板面前夸那小子能干，今天闹了个大乌龙，他一整天脸都是黑的，哈哈哈，我也服了。日志一般只用来监控程序运行状态和调试吧，做输入闻所未闻，真特么鬼才设计，被爱将狠狠打脸。
的确是够丢人的。可更让徐峰难堪的是，还在后头呢。和裴征明出发那天，我在机场又接到了徐峰的电话，他语气听起来有些焦灼。小陈，我这次找你，希望你放下个人成见和情绪，咱们好好沟通。徐经理，虽然不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不过你如果介意我有情绪，我们完全可以不沟通。他是巴菲特呀，我闲得蛋疼才会在乎要不要跟他沟通。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徐峰似乎压抑着怒意。我们现在在给客户部署系统，每一步都是按照部署文档操作的，为什么还是跑不起来？不知道究竟是网络环境问题，还是配置文件问题？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知道？徐峰情绪突然变得激动。你怎么可能不知道？部署文档不就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但我写的没有任何问题呀。当初老胡他们去给客户部署，可都好好的，休想赖着我。每次增加新功能，都很有可能导致其他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谁知道我走了以后，他们又往屎山上屙了几泡。我不配合的态度让徐峰彻底怒了，他在电话里冲我吼：陈玉洁，你这是什么态度？公司是辞退了你，但是并没有亏欠你，该给你的工资补偿是不是都给到位了？现在不过是有些遗留问题找你，你就一推三四五，你对得起公司对你的栽培吗？瑞云栽培我，放什么狗屁？他们够格吗？把我当刚毕业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呢？徐经理，随便你怎么说，但是我马上要上飞机了。挂了呀，你等等。徐峰生怕我挂了，语速加快。小陈，你心可真大，还有心思出去旅游呢？这几天还没找到工作吧？现在企业社招可都是要被调的，你也不想你的新东家给公司打电话的时候听到一些不好的内容吧？呵，威胁我。我故意放软语气。徐经理，真没必要这样。我在瑞云的时候可是一直尽心尽力。我这么一说，徐峰以为我真的怕他在背后阴我，瞬间又嘚瑟起来。只要你乖乖配合，把这问题解决了，什么都不用担心。现在我真的要起飞了，有什么事等我下飞机再说吧。哎，我挂了。徐峰试图给我再打，我直接关机。裴征明在飞机上专心致志看资料，我收起手机，并不打算把这些事告诉他，至少不是现在。这次我俩将代表风鸣，与克里夫医学中心沟通项目合作事宜。他们提供数据，我们提供技术。当然，不是谁都有这个资格的。风鸣有机会，完全是因为克里夫的影像负责人是裴征明的师兄。落地的时候一开机，手机疯狂震动，微信消息一条接一条，都是云云发来的。今天客户很不满，直接投诉到老板那里了。老板气死了，当着全公司的面把徐老贼狠狠训了一顿。老板走了，老贼就冲我们发火，骂大家是废物。我看他才是废物，真傻逼。你快看他发的朋友圈，完全就是给你泼脏水。幸好你已经找到工作了，不用怕他。我点开云云发的截图，徐峰在朋友圈说，公司某个员工在职的时候就不服从任务安排，屡屡挑刺，离职的时候心里有怨恨，利用职务之便故意篡改了相关文档，这才导致这次部署的失败。他对这种没有职业道德的人表示强烈谴责，还说瑞云会保留法律追究权利。某个员工不就是我呗？先污蔑，再甩锅，而且徐峰屏蔽了我，这条朋友圈我自己看不到，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我给云云回复，那现在什么情况？徐峰也去了现场，客户那边已经很不满了，说连部署都这么难，
怀疑咱们的产品靠不靠谱。公司不是打算参加月底那个 AI 博览会吗？老板还想给产品多加几个功能呢。现在因为这个事儿拖慢了进度，他在大群里把徐峰踢了个狗血淋头。要我看，徐峰和公司就是自作自受。如果你还在的话，肯定不会有这种问题的。话说回来，他那么抹黑你，你咽得下这口气吗？当然不能轻易放过这家伙。我给徐峰发了条微信，好像想到了部署失败可能的原因。对面秒回：是什么？本来是想告诉你来着，但是我看到了一条朋友圈，突然很不开心，又忘了。徐峰不说话了，微信上方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大概过了10分钟，徐峰终于回我：小陈，是我不对，我当时正在气头上，又怎么都联系不上你，所以才发了一些没过脑子的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我已经删掉那条朋友圈了，还有那个法律追究什么的，你放心，绝对没有的事。你这么说，我就真的放心了。那你现在可以说了吧？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憋着笑，字敲得飞快。徐经理，看看是不是网络不好？这就是你想到的原因？是啊，我不是说了吗？是可能的原因。网络不稳定的确有可能导致部署失败呀。徐峰抓狂了。陈玉洁，你耍老子？是啊，就是耍你。不服憋着。听说到最后，徐峰把应届生开了，重新招了个有经验的人来才解决的。虽然不至于造成多大损失，但在客户那里丢了口碑，老板肯定要给他记上一笔。徐峰的恶心操作并没有影响我分毫。我跟裴征明在酒店休息了一晚，意气风发地前往克里夫医学中心。裴征明让我来介绍我们的项目技术细节，我没有扭捏，大大方方用我的 Chinglish 从框架搭建、数据清洗、模型训练给一屋子老外，把流程完完整整讲了一遍，各种提问和质疑也都顺利应对。会议结束时，克里夫的负责人跟裴征明握手，说合作愉快。裴征明指着我：您放心，我们的团队很优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有创新意义的贡献。裴征明向我点头，好像在说多亏有你。那一瞬间，我有些动容，把高光给我，这在瑞云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徐峰是个只管结果不在乎过程的人。当初我在项目中遇到任何问题，找他汇报时，他总是一脸不耐烦，而且给不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提议和实质性帮助。团队需要资源支持时，他只会说没必要因为这种小事找老板，但只要稍微有一点进展，他会立刻找老板汇报邀功。等项目搭建成功以后，大部分功劳都被他一个人抢走了。反正就是事儿成了，是他领导有方，出问题了，那是下属无能，所以这家伙屁股着火，我一点都不同情。和克里夫签署合作协议后，我跟裴征明又待了1个礼拜，把他们的历史数据仔仔细细过了一遍，几千例影像资料，涵盖患者临床诊断症状、治疗手段、生活习惯、家族病史等等。最可贵的是，还有不少患者数年前来做检查的影像。同时，为了和健康组对比，克里夫承诺会提供给我们数量可观的健康人群脑部影像。我跟裴征明好像西天取经成功的唐僧，2个人笑得嘴都合不拢。不同的是，经书还得人肉背回，我们只要回去等着克里夫开放数据访问端口就行。回国的时候是半夜，我睡了几个小时就精神抖擞地去上班。裴征明已经在公司了，他看到我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玉洁，我不是给你放了1天假吗？倒时差。我边开电脑边说，今天可以下载克里夫的数据。一想到这个，我就睡不着了。老大，你也是吧？裴征明会心一笑。顺利的话，我们这个月把 demo 做出来，这样月底就可以在 AI 博览会上跟其他产品一并展出了。AI 博览会怎么这么耳熟？对了，瑞云不是也要参加吗？我俩不再说话，各自埋首工作。在瑞云的时候也忙，但那时候觉得是在苦干，完全靠着责任心驱使。可在风鸣，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每天都是带着100%的热情投入其中。忙碌的日子过得飞快，很快就到了月底。云云似乎也很忙，我俩大半个月没在微信上聊过。再见到他是在 AI 博览会上，还有徐峰。徐峰也看到了我，他显然对上次我耍了他耿耿于怀，一开口就阴阳怪气。这里是展览会，不是招聘会，有些人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参展的企业员工都会带上自家的工作牌，我自己的还没来得及从包里拿出来，所以徐峰以为我只是来参观的。云云悄悄给他翻了个白眼，然后大大方方跟我打招呼。我俩走到人少的地方说话。徐老贼现在就像个随时会炸的火药桶。原来因为上回那件事，老板对徐峰非常不满，老板对徐峰发火，徐峰就对手下发火。新人受不了压力，频频出错，项目进度一拖再拖。老板甚至当众质问徐峰，为什么技术部裁了一个人就成这副死样了？问他到底能不能领导好团队？这简直就是捅徐峰死穴。他最不愿意承认的就是部门里好像真的不能没有我。为了找回面子，也为了在老板面前证明自己没错，徐峰主动提出在产品里增加一项高级功能 AI 辅助诊断，而且他还跟老板保证月底就能顺利上线。我听得皱眉，半个月把 AI 辅助诊断做出来，徐峰想什么呢？这个功能是我当初在瑞云做了一半搁置的，因为以当时的各种条件，确实没办法做下去。强行上线只会影响其他主要业务的运行，更别提诊断准确性低到发指，根本拿不出手。为此，徐峰大发雷霆，说我是不是就想偷懒才找借口不做。我问云云，那真的做出来了？他撇撇嘴，昨天半夜紧急上线的，但只是分模块测试了一下。我反正觉得悬，但老板特别高兴，没有整体测试就敢上线。我简直要夸徐峰是无知者无畏了。我甚至怀疑他只是把我当时做的半成品直接拿来用了，那可是个不定时炸弹啊！风鸣的展台恰好离瑞云不远，徐峰忙着给别人介绍产品，浑然不觉我从他背后走了过去。他特别自豪地说，其他友商只做到了 AI 检测这一步，我们率先做出了尝试和突破。我敢说，目前只有瑞云的产品有辅助诊断这个功能，它绝对可以大幅提升口腔医生的诊断效率。这次展会规模很大，来参会的有各界同行、采购商，还有一些政府专员，是一次非常好的宣传机会。公司人少，大家全都来到了现场布置帮忙。风鸣和市面上其他软件服务商不太一样，只专注于脑部疾病，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新颖。很快，我们的展台前也围满了观众，断断续续讲了2个小时。临近中午，场馆内人渐渐少了，我才终于能休息下喝口水。一抬头，我就看见几个西装革履的人朝着瑞云展台走去。
而陪在他们身边，点头哈腰，一脸谄媚的人，不正是我那前老板刘大为吗？赵主任，您能莅临我们展位，真是荣幸之至啊！站在 C 位的中年男人淡淡笑了笑。刘大为给徐峰使了个眼色，徐峰会意，忙笑道：“赵主任，我来给您介绍下我们的产品吧。”赵主任抬手示意不用，然后指了指海报上辅助诊断4个字：“你们就直接演示一遍吧，这样更直观嘛。”徐峰闻言面露迟疑，神色中突然有几分不自然。他挤出一个笑：“要不我还是给各位领导口述吧，今天会场人多，可能网络不会很通畅，让大家久等就不太好了。”赵主任看了看刘大为，刘大为面上带着笑，语气中却有几分不悦：“老徐，还等什么？快点呐，咱们又不是没有。”“哦，好，我实在是太好奇了，我也想看看。”徐峰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做出来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样子。幸好瑞云的人注意力都在徐峰面前的电脑和背后的大屏上，没人注意到混在人群里的我。徐峰边操作边讲解，用医生账号登录系统以后，可以在这里找到病人数据资料，然后右键就能弹出菜单。我们提供了多种 AI 服务，针对牙周病、牙髓病、口腔正畸，我们都有相对应的智能化服务，比如测量啊、自动识别。赵主任打断他：“这些就不用说了，我看每家都有这些服务，你就操作一下你们的这个新功能。”徐峰终于拖不下去，只能选中一例数据，然后点击菜单里诊断按钮。所有人都盯着屏幕等待，进度条从0走到10%、20%、30%，不得不说速度太慢了。到40%以后，进度条不动了。徐峰一言不发，额头沁出了细细的汗。刘大为赶紧道：“肯定是网络的问题，我们的产品正常情况下都是毫秒级别的处理速度。”他话音刚落，界面上弹出一个对话框：“未知错误。”众人本来都翘首以盼，看到这条信息，顿时轻叹一口气，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徐峰明显有点慌了，他关掉对话框，重新点击诊断，没想到这次连40%的进度都没有，直接弹出错误提示。赵主任轻咳一声，对着刘大为道：“看来你们还要再加把劲，我们先去其他人那里看看。”刘大为尴尬得要死，参展群众里有时候也有同行，不知道是谁小声说：“没开发好的东西就拿出来做噱头，这不是弄虚作假吗？”徐峰老脸红得能滴出血，人群散开，刘大为脸色变了又变，最终还是没说什么，忍着怒意甩手走了。我都绕到展板后面了，听见云云慌张的声音传来：“徐经理，出事了！”市场部同事发消息说，今早好多客户更新系统以后，后台就出问题了。徐峰本来就不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更烦躁了。怎么了？出问题就让运营处理呀。有的客户说图像没办法显示，有的是数据传不上去，还有的客户没有了操作权限。总之，运营说问题很复杂，根本解决不了，让开发快点配合处理。而且到现在还不断有客户打电话投诉呢。徐峰身子晃了晃，差点跌倒。这一天还是来了。瑞云的史山到底是没经得住徐峰不遗余力的作死操作。如果说之前几次只是漏屎，今天这回简直称得上是史山喷发。我真为徐峰捏一把汗呐。跟同事们吃午饭的时候，徐峰果然又给我来电话了。这次我没接，徐峰哪能死心啊？他疯了一样给我发消息：“小陈，接下电话呗。”
有事跟你说，公司考虑过了，还是让你回来，待遇照旧。怎么样？现在工作没那么好找的，尤其到了年底裁员潮，你想找份跟之前一样待遇的工作，那是难上加难。我真佩服他，都在屎海里泡着了，还跟我拿架子呢。我依旧不理他。徐峰等不到我回复，终于沉不住气了。小陈，接下电话行吗？我有急事找你，真的是10万火急，算我求你了行吧。不好意思，求我也没用，忙着呢。扒拉了几口午饭，我跟同事们就赶紧往会场赶。快走到风鸣的展台时，和急匆匆往出走的徐峰差点撞个满怀。他看到我眼睛一亮，赶紧拉住我：“小陈，你是来找我的吧？正好正好，快跟我走。我跟你说。”我一把挣脱他：“徐经理，你说什么呢？我到这儿是工作的，跟你可没任何关系。”徐峰不信，他以为我是故意拿巧，咬着后槽牙，靠近我耳边妥协一般道：“行，我跟你保证，只要你回来，待遇比之前多2000总行了吧？我再给你升组长。”我哭笑不得，谁稀罕你那仨瓜俩枣啊？就在这时，裴征明在展台那边叫我：“玉洁，你回来的正好，给赵主任他们讲一讲你负责的新项目。”上午出现在瑞云展台的那几位领导，此刻都站在风鸣展台前，满脸期冀看着我。好嘞，我绕过目瞪口呆的徐峰。裴征明声如洪钟：“这是我们风鸣的技术总监陈玉洁，阿尔茨海默病的项目目前是他带队负责。”我跟领导们打了个招呼，自如地开始介绍。我们运用了尖端的图像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结合标准的临床颅脑磁共振成像和顶级医生团队的认知评估，目前针对从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发展到阿尔茨海默病痴呆的可能性建立了一套预测模型。而另一旁的徐峰早已经彻底石化。最后，赵主任看完我们的 demo 演示后，大家赞赏，他拍拍我的肩：“不错，加油，好好干，假以时日，相信风鸣一定是独角兽榜上最耀眼的新星。”徐峰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反正等我忙完，已经不见了他身影。瑞云这次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系统全面瘫痪，所有业务几乎停顿。用户投诉如雪片满天飞，刘大为亲自给我打电话，拜托我过去救火，我还是拒绝了。倒不是我记仇，一是两家公司现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竞争关系，本就不方便；二是谁知道徐峰后来又整了哪些幺蛾子，我可不能保证我去了就能解决。弄不好反倒让他们觉得我故意不尽心。三，反正我是被他们裁掉的，瑞云之后发生任何事都与我无关，我管他鸿屎滔天。瑞云不得不高价挖了2个牛人，2人待遇按年薪算，是我当初在瑞云的3倍都不止。系统修复以后，客户大量流失不说，瑞云还要面临巨额的赔偿。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公司财政雪上加霜，员工们生怕公司哪天就倒闭，纷纷离职。云云也跳槽了。他跟我聊起徐峰后来的情况，瑞云修复系统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给裁了。其实说裁不太准确，是劝退，毕竟他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本来就应该引咎辞职。裁掉他的话，按照劳动法还得给他补偿。刘大为能乐意就有鬼了。云云感慨，这一切都得从徐峰开了你说起啊！裁员裁到大动脉，可不是自寻死路吗？他们，我笑道，没，大动脉不敢当，割了大动脉是得死，不过没了括约肌，那是生不如死啊！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